夏雪天绝对是熊孩子们的快乐源泉。这天，奶爸蹲在门口喊好大儿吃饭，可佑佑一脸迷茫地望着皑皑白雪，手脚无处安放，心想这玩意儿咋这么冰熊掌呢？万一滑倒摔个屁股墩，那不得丢死熊了。佑佑思考再三，还是抵不过胃里的馋虫，便小心翼翼挪动熊掌，默念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0.5倍速的动作，像极了夏雪天还得走路上班的社畜。相比之下，远在韩国的财阀公主福宝却恨不能把自己和雪粘在一起，感觉大雪来的不够猛烈，他就狂摇挂满雪的树。纷纷扬扬的雪花让江爷爷忍不住发出惨叫，而福猪猪则是对着雪花施展了一套王八拳。之后，身为宠福狂魔爷爷还亲自为福宝堆了雪山，福猪猪蹭来蹭去，直接给自己做了次美白 SPA。果然，只要粉底涂的够多，黑眼圈都能遮住。而隔壁的财阀家便宜女婿玩起雪也毫不逊色，只见猛男乐宝不仅会挖地道，还会团雪球，这要是被宋3岁看到，肯定想和女婿大战300回合。此外，这个月即将回国的美香就格外喜欢滑雪，四仰八叉躺在斜坡上，任凭自己自由滑落。一次不过瘾的美香还知道爬上去再滑下来。而熊生第一次玩雪的小奇迹同样快乐无比，只见他不停捧起雪往脸上使劲蹭，甚至还翻了个大跟头，把身体埋进雪里，用尽全身力气表达内心的喜欢。再看北洞的三太子萌兰，虽然都是个8岁的大小伙子了，但玩起雪还跟个孩子一样。只见他高兴的直打滚，翻来覆去的同时还抱着一团雪往脑袋瓜上砸，像极了没见过雪的南方人。当萌兰看到游客冒雪来探望自己时，立马化身功夫熊猫，连着翻跟头还要咩咩叫，仿佛在说一句为萌儿的帅气尖叫吧欢呼吧。其实萌儿还在幼儿园时就对雪格外痴迷。只见萌兰和庆大庆小3兄弟争着要爬树，庆大仗着体型优势率先把萌兰按在地上，萌儿也不甘示弱，一个偷袭把对方扯下树，还喊来小弟庆小联手把庆大揍了一顿，气得庆大嗷嗷叫臭小子，到底谁是你亲哥？一番混战后，3只裹满糖霜的芝麻团子握手言和，不一会树上就挂满了圆滚滚的小汤圆，但被熊猫妈妈咬得后颈，一脸抢地的熊猫宝宝看到雪就不那么开心了，毕竟这满地的雪着实有点冰脸。但对此熊猫妈妈却表示好大儿滚成个雪球让妈玩玩。这离谱的要求下的熊猫宝宝一见到自己的老妈就立马掉头逃跑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藏在石头后面，生怕被童心未泯的老妈滚成雪球一脚踹飞。而另一只跟妈妈滑雪玩的熊猫宝宝就更惨了，还没准备好就被老妈一掌掀翻，叽里咕噜滚下斜坡。晕晕乎乎的仔仔刚爬起来准备生胖气，谁料熊猫妈妈一个飞肩冲再次把好大儿撞飞。果然大熊猫能成为国宝绝对是有原因的，如此可爱的糖霜芝麻球网友们爱了吗？本以为遇到了野生大熊猫，没想到竟是秦岭著名街溜子。起因是博主在秦岭徒步探险的时候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，不同于其他动物遇见人类就远远的躲开，这只熊猫从始至终都淡定地坐在那砍竹子，甚至还咩咩咩地对着博主一行人撒娇。别说是野生熊猫，就算圈养的都没它亲人。后来经过评论区网友科普后才得知，这只熊猫竟是秦岭有名的街溜子一猫，也是大明星巧克力熊七仔的老爹，从小就跟秦岭考察队的队员们混熟了，因此才养成了温顺粘人的性格。要是碰上其他野生熊猫，估计很难全身而退。不仅如此，一猫还是秦岭演技派之一，因为性格好片酬低，经常出现在央视纪录片里，曾出演过幼年熊猫吃货、单身熊猫刚刚、妙龄少女，甚至是怀孕的待产母猫。但由于一猫拍摄过程中露出铃铛导致穿帮，所以还被扣了一半的竹子损做惩罚。而附近村民也都知道一猫性格最好，每当偶遇它时都会停下来跟它唠唠嗑。有时碰见游客想亲眼看看野生熊猫，就会拿着笋带他们去找一猫过眼瘾。谁说这猫老啊，这猫可太棒了，也许是遗传了老爹一猫的优秀基因。好大儿七仔也是秦岭响当当的演技派，不仅能绘声绘色的模仿阿宝被咬耳朵的惨状，还能给自己蹭个绿围脖 cos 围巾柴犬。围巾正确，皮大衣毛色正确，但神态不正确。柴犬看上去憨憨可爱，而七仔800个心眼子却给人老谋深算又算不明白的感觉。或许吃亏就吃在长相显嫩上吧。而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秦岭影后秦韵，知名卖惨博主却没人敢逮捕她，经常拖着2条残疾的后腿爬来爬去，令不少不明真相的游客同情心爆棚，纷纷谴责园方不地道让残疾猫猫营业。没曾想秦韵眼见博得了游客的同情，立马得意的起身在院子里飞奔，边跑还边咩咩叫，被骗到了吧嘻嘻。这欠揍的样子真的让人又爱又气，而且秦韵还是出了名的白眼战神，游客只是不小心将她误认成雪老祖，谁料秦韵当场就不乐意了，不光冲人家龇牙白眼，都要翻到天上去了。感觉可以的话，他真的能代替蒋欣演华妃，只能是不愧是人见人爱的国宝大熊猫。
盘点熊猫界的6大富婆，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。第一位花花，熊猫圈最能赚钱的大熊猫，据说1年就能有492亿的收入，平均每天1.3个小目标。而且在花花名气的加持下，成都基地也成了全国热门旅游景点，每天光门票收入就高达1500万，这还不算周边餐饮等方面的消费。为了感谢花花对成都经济的贡献，4岁的他被任命为成都文旅荣誉局长。有钱有颜又有职务，花花这熊生简直爱了。第二位新安，奔驰家大小姐坐拥3.5万亩珠海，家底丰厚到令所有熊流口水，别的小熊吃笋都是等饲养员送来，而新安和她的小姐妹华丽却自给自足，笋一冒尖就进了他们肚子里，不及时吃的话还会走路扎脚坐下扎地。而且奶爸经常送来超长冲天炮笋，华丽小公主爆改麻辣女兵，吃之前小家伙还得给自己做很久心理建设，一是愁吃这玩意太累，二是愁减肥之路遥遥无期。第三位香香，5年时间狂揽人民币27.8亿元，平均每年能赚5个小目标。香香公主从小就备受瞩目，但是征名环节就收到32万条回执，因为来动物园看香香的人实在太多，园方无奈只好每天限流2000人。据说因为香香公主的出生，周边的商业圈全年销售额增长18亿人民币。就算如今小家伙已经回到四川避风峡，但从日本来中国看他的游客仍络绎不绝，可见香香也是为四川经济添砖加瓦的一员。第四位四海，最土豪的旅居海外的大熊猫。四海和伙伴晶晶目前居住在卡塔尔，熊猫馆是豪掷3.6亿建造的，面积据说比故宫建筑面积稍微小点，并有新风循环系统实时模拟四川环境。而且晶晶四海每天吃的竹子笋都是卡塔尔从四川空运的，甚至为了能让两熊体会到家的感觉，卡塔尔还一股脑打包带走了四海的树。国内奶爸奶妈以及麻雀丰荣。第五位福宝，一年给爱宝乐园带来12.8亿经济收益，油管有关账号的视频收益就有50万，周边的销售额更是多达3000万，更别提园方发行的5本福宝写真集以及最新上映的福宝大电影了。如今福猪猪已经回到四川老家，前去看望他的粉丝也是不在少数。小家伙若是能和舅老爷想奇迹联手，没准还能把神树瓶干上市。第六位小新，拥有独立山头可营业自由的山大王。小新的地盘差不多有8万平米，因此他每天都要早起2个小时去巡山，饿了就摘野果，累了就上树睡觉，还有金丝猴等半生动物陪着他，这神仙日子简直美滋滋。而网友们还知道熊猫界的那些富婆呢？原来于爱才是熊猫界最有种的女熊，有的熊8岁了还是个宝宝，有的熊3岁半了还在喝奶，而爱姐1岁就成了称霸一方的大姐头，叼个小树枝都透露着黑社会的感觉。后来觉得小树枝配不上自己的气质，爱姐干脆叼着竹子到处炸场子，每一步都走出了六亲不认的嚣张。而且爱姐熊生信条是绝不内耗，直接发疯，看到外公收走自己的玩具却又无法阻止，炸毛的爱姐当即冲哥哥于可撒气，就连毫不知情的二顺也被他当成了出气筒。只能说惹我们爱姐就算惹到炸药桶了，不过这对于爱来说只是正常操作罢了，毕竟姐2岁就手握6条鸟命，相较于某位看到小鸟也抓不到的远房花姥姥，我们爱姐下手主打一个稳准狠。这天李奶妈发现于爱独自在角落待了很久，秉承着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的原则，奶妈悄咪咪走过去一把将她薅了起来，当场从于爱坐着的地方捡起了一只死鸟。只能说好一个朋友不大入口即化。虽然于爱被奶妈在案发现场当场指认，小家伙毫不心虚，反倒不满地表示，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奶熊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前不久可爱兄妹刚过完2岁生日，正是上蹿下跳玩的正欢的年纪，爱姐玩吊桥时不小心被木板卡住头，小家伙双手抓着木板两侧使劲拔脑袋，像极了古代范式后发配边疆的样子。而这已经不是爱姐第一次被卡头了。只见倒在地上的叮当猫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李奶妈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查看灵异事件，结果翻开玩具，爱姐水灵灵地露了出来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奶妈有多无语。随后奶妈开始着手熊解救计划，本想把于爱塞回去，可爱姐却想把头伸出来，然后一个拼命往里塞，一个死命往外钻。事实证明熊孩子都喜欢妈妈往东，他往西，忙活半天李奶妈率先败下阵来，干脆把叮当猫立起来，让他自己往外钻，我们爱姐这才终于重获自由。自从成了虫洞的2馆长，于爱就主动承担起了园区安保工作，巡视领地时还打起了用井盖逃亡的主意。只见他先是用手扒拉，接着用脑袋顶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亲哥看了也发怵。于爱没有理会逃跑的于可，对着下面黑黝黝的洞口就要高歌一曲，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只是还没等我们爱姐一跃而下，惊慌失措的外公就3步并2步飞奔而来，把井盖盖好后还用脚踩得结结实实。只能说爱姐撬的不是井盖，是馆长天灵盖。而如此霸道的2馆长，网友们爱了。